粮食，小子，这点事也都做不好，我们打死你！看你扶不上墙！想死，师爹拖累了你。方寒，记着，宁为己干，不为人奴。梦，自从踏上修炼之路，我便再也没有做过梦。这次怎么会？啊！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我明明记得自己是在太原仙府里，可为什么？真是阴魂不散！方寒，杀人夺宝，害死我爹，就是一个魔道妖孽！方寒，叶昭是奴才，一辈子都是奴才。你顶撞大师兄，目无法纪，恣意行凶，魔性深重，你就该去死！下贱的奴才，魔道妖孽，私藏魔宝，为祸仙门！哼，跳梁不入流的旁门左道，竟成了真传弟子。还敢屡次顶撞大师兄，就由我们来拨乱反正。方寒，你屡次坏我族大事，今日我族就要捉你神魂，令你魂灭天地！哼，手下败将，仙门败类。今日我太医门便替天行道。败类，少在这儿一脸道貌岸然。诛杀你这魔门败类！奴才，忤逆我族，该杀！魔道妖孽，受死！闭嘴！我真是看错了你，没想到你竟是魔道中人，你背叛了我们！你投身魔道，败坏仙门。方寒，我要与你割袍断义！方寒，你个大魔头！枉我还对你有所期待，当真是令我失望。你们也……方寒，师姐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方寒，你入魔已久，无药可救，仙门已不能容你投身魔道，败坏仙门声誉。今日本座便替羽化门抹杀了你！杀他！妖孽！住手！魔道妖孽！杀你！魔道妖孽！魔头，你个大魔头！你灭杀！方寒呐，方寒，如今你举世皆敌，黄泉图也将暴露于世间。为今之计，我也只有弃你而去，另寻他处。杀了他！杀了他！魔道妖孽，你个狗奴才！受死！魔道妖孽！伏诛吧，妖孽！老古董，方寒这是怎么了？方寒修炼有入魔之兆，这太原仙府隔绝天地，天
天魔难入，为何会出现如此状况？果然是魔门中人，真准！就说他是仙门败类，修炼魔功，一身的魔气。大魔头，闭嘴！我们一起来吧！就算整个玄黄大世界都要我死，包含何惧？禅师傅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白海禅师傅，我之前来过冷渊河，本来想把您的遗骸迁走，好生安葬，不料坟内空无一物，尸骨不翼而飞。当时我就感到事有蹊跷，没想到白海禅师傅却是未曾死去。为师我还要看着徒儿你修炼有成，怎会轻易便死？我现在已经神通秘境，修炼1日千里。白海禅师傅可还满意？包涵，你自幼孤苦，身怀戾气，与仙道修行并不相符，所以我费尽心力传你9窍金丹和交符黄泉图，是望你以魔入道。方才的心魔幻境，是你内心的恐惧，既有不堪回首的往事，也有注定出现的未来。虽然你现在进入了羽化门，但修行的却是魔门神通，且身怀魔宝，总有一天仙门会容不下你。若有一天宗门对我不公，我便破门而出。但现在宗门却对我不薄，我不会轻易放弃。仙魔之路确实是殊途同归。对我而言，修仙修魔都一样，我只是想掌控我自己的命运。所以仙门的资源，魔门的功法，全都要为我所用。说得好，天地大劫将至，有实力才能活下去。不错，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尽快提升实力。说得很好，不过交符黄泉图的功能，你根本没发挥出来。黄泉圣水可炼化世间一切，放开你的手脚，抛弃你的情感，世间万物皆为你的资粮。长生秘境指日可待。白海禅师傅，我感谢你给我的机会，但我自己的路，我自己走。自己走？你的路都是我给的，你怎么自己走？白海禅师傅，你的恩情我铭记于心。
我也会尽我所能来复活你。但是我现在想知道，你是怎么出现在我的识海中的？我也是为你好。修行之路坎坷崎岖，我是怕你误入歧途。我说过，我的路我自己走。违抗师命，大逆不道，该死！八海禅师傅，你的修为，这是……别挣扎了！虽然我召唤的只是仙气的虚影，但对付你也足够了。王涵，你的路选错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为师来帮你改正。这是我的精神。这是该我出手了。那个红光又出现了。住手！这是有人以无上法力强行介入他的心魔。看来方寒身上因果颇深呐，这一关只能靠他自己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什么？王小林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说来话长，稍后再向你解释。先解决他。妖女，没想到你也分身下界，真是阴魂不散！等等！王小林，你不是他对手，不要过去！你一直在方寒的识海深处躲藏，居心叵测。现在方寒要触及天人境，你可得不出来。为何？因为他想在你的身上烙印下自己的痕迹，这份因果会影响你之后的道途。一旦你突破天人境，精神法力融为一体，他的这丝神识就再也藏不住了。那又如何？我给他选的路才是最好的。若违抗师命，我便打服他。白海禅师傅一直都在算计我。弥陀，大逆不道，罪该万死！方寒，他依附你的神魂存在，你们的境界是一样的。明白了。白海禅师傅，看看我修炼的成果吧！妖女，你竟无心动用神魂之力！方寒，妖女，好，白海禅师傅，既然已经死了，就不要再折腾了，安心去吧，我这也是为你好。想不到是你坏了我的好事。方寒，我们还会再见的。好了，这也是我最后一次与你并肩作战了。什么？大道无情，摧物我，莫教遗恨附身旁。我也该走了。你要去哪儿？方寒，你心魔已除，日后你要多多保重。
方小林，你。你究竟是谁？方小林是我，红衣也是我。你说什么？方寒，你命途殊异，牵扯甚多，有些实力甚至可以凌驾于命运之上的大能，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扰乱你的命途。我方寒出身寒微，又如何能引得那些所谓的大能如此费心？今日种种，必有前因，终有一日，你会了解。傻小子，你自己安排我来帮你，怎么想不认账啊？我斩去前因，破去后果，如今你的命途已经归于平静。他们也终究会成为过客。我不知你所说因果为何，但是，我方寒不会再让任何人摆弄我的命运。保重啊，傻小子。超脱之路，九死一生。之后的一切，便靠你自己了。方寒，我们后会有期。方寒，我没事。这份因果为何，我早晚会知道。如今我心魔已除，我们还是抓紧修炼，早日从此地出去吧。5年过去了，你的阴阳镜已臻至巅峰了，罡气随意移动，便可幻化无穷。15年了，我却连阴阳境都没有突破。看来想要在这太原仙府突破天人境，难如登天。太原仙府内五行缺失，灵气全无，你能够修成阴阳镜，已经够惊世骇俗了。况且外面也就才过去10天半月，方寒，你已经尽力了。小子，你坐拥世界之术，待其长大，贯通仙界，
便可算得上天下无敌。眼光要放长远些。等世界之树长成，就算是神族的高手，也没有那么长的寿命。你这条小龙，居然还知道神族？这有什么？果然是神族。万年前的灭神之战，已经将他们斩尽杀绝。这些神族又是从哪儿来的？我能斩杀这神族也是偶然，只是神族在线，可我却被困在此间，无法去向门派预警。这玄黄大世界又将生灵涂炭了。神族在线，天地动荡，也许是你脱困的机会啊，老古董。你这条小龙倒是有几分道行。不过，你们知道当年神族的始祖神王为什么拼命也要砍断世界之树吗？为何？因为神族是天地之间最为神秘的一种本源之气诞生而成，和仙界灵气一样，都是世界之树的营养。凡是接触世界之树的神族，都会被吸取得一干二净。这太原仙府隔绝天地，灵机枯竭。你想在这里突破天人境，终究是水中捞月。不过，这具神族躯体却能替你补足一些先天本源之气。天人之境，唾手可得。我一直在研究怎么吸纳神之力，却没想到这么简单。方寒，快唤出世界之树。我吸收这具神族躯体。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小虾，万物互为滋养，也乃天地大道。好。这便是神之力。神族的本源全部都被吸收了。这世界之树吸收了神族的本源。如果我再用木皇真气加以淬炼，这神族本不能直接炼化，但经过了世界之树的转化，便能为你所用。慧眼无尽，竭尽莲花。土木二气各安其位，木皇归肝，土皇归脾，五脏五行，天神大阵。天人大阵正在形成，使用土木二气冲击界限，定能势如破竹。方寒，我现在用朱雀气再助一臂之力。好，朱雀气内含天地火焰炼就的火焰精华，以火引木，五行大阵威能更盛。法相虚影，这虚影不是真正的法相，但天人境就能显现法相虚影，说明方寒底蕴深厚，有大机缘大气，前途无量啊！神通秘境地重天人境，身似山河映星斗，魂如日月照古今，天人合一妙难言，方知我本是乾坤。
掐指算来，方寒困在太原仙府已有15年，不知他丹药是否充足。先前掌教至尊不是已用9宫之术为方寒推演过，他性命无忧，甚至还另有机缘。清雪师妹不必太过担忧。恭迎掌教至尊。掌教至尊，如今仙魔两道尽皆觊觎交付黄泉图，若现在出手，会不会引得其他势力？无妨，我羽化门倘若连弟子以及弟子的法宝也护不住，又如何立足于玄黄世界？烦请掌教之尊出手，营救方寒。太原仙府周围的禁制，以及这太原霞光都不算什么。这座仙府最厉害的地方，是大殿深处的3座玄牝之门，它乃是一件仙器演化而成，没有人可以撼动。太原仙府资源无数，不成想还存有仙器。仙魔两道无论谁能得到这座仙府，都能镇压玄黄大世界。无论正邪哪个门派想得到仙府，都会遭到各个门派的围攻，没人能够平安取得这座宝藏。这次掌教前来，恐怕也会被一些人盯上。很好，你们2个悟性不错，能够看穿这一切，没有利欲熏心。准备破阵，阴阳之道，相背相生，破除万法，见得妙真。终于突破了天人界限，踏入了神通五重天人境。怎么回事？有人正在攻击仙府。确实，外面有人在攻打仙府禁制，真空阴阳道，这是羽化门掌教才能修炼的功法。方寒，看来是来营救你的。掌教至尊。掌教，您这样出手，会不会被别人以为我羽化门想图谋仙府呢？无妨，知我者为我心忧，不知我者为我何求？我心光明，亦复何言？重华天鼓，这是远古道器重华天鼓。太原仙府被击打到一定程度，重华天鼓就会出现，反击进犯者。而这时，正是破开仙府法阵的最佳时机。方寒，在否？真是掌教，弟子方寒在。活着就好，你且做好准备。3日后，我将在这禁制上撕开一条缝隙，你便趁机钻出。切记，你我皆只有一次机会。弟子明白，劳烦掌教至尊了。这疯老头怎么会这么好心？不会是打交付黄泉图的主意吧？先出去了再说，总比困死在此处强。外面3天，里面还有3年。方寒，趁着这个时机，你我合力将火云仙子的金丹一一分解，纳其神通为己用。好。这金丹上有28种神通，几乎每一种都耗费了火云仙子近100年的苦功。现在只要将这些神通
炼化，这千年苦修的神通法力，就都是你的。3年之期已到，你也是时候离开了。重华天谷这3天的攻击，抽掉了仙府大量法力，仙府的防御法阵已经有所削弱。是时候了。方寒，时机已到，准备出来吧。前辈，多年指点，方寒没齿难忘，我一定会来救你，助你脱困。种善因得善果，走吧。方寒，就是现在！弟子方寒，多谢掌教至尊施救。免了，稍后再聊。我先会几个老朋友。
们3个老怪向来不和，怎么如今却穿了一条裤子？九阴，你被妖神和天蚕娘娘偷袭，被封印多年，如今脱困而出，却不思报仇，而是与仇敌狼狈为奸，真是好气量！与此合作，不但能除掉你这老不死，还能得到当年黄泉门的至宝——交符黄泉图。我们这些妖魔外道，哪有不联手的道理？2大魔神，1位妖神，我风白羽确实得让你们3分。不过想要除掉我，就凭你们几个，那却是痴心妄想了。清雪、嘉兰，弟子在，保护好方寒，我自己来对付他们。是。真空元神，去！风白羽，不惜4号千年法力打通太元仙子禁制，如今已经是强弩之末，还强成什么？我吞天下！大家小心！人均法力要被妖神吞了去！现不成妖魔，你们再看另外2个。这魔吞天下，吞噬一切，连光都被吞了。小心，他们来了！老不死的，真是碍事！我要御使法宝降魔，诸弟子为我护法。是。皆自妄念起，诸念皆是空，是空非空。来了，我们合力对敌。好。是虚非虚，是念非念，是妄非妄，诸念皆是空。
是空非空，是虚非虚，是念非念，是妄非妄，是实非实。白羽，到你了。起！妄自心生，念从妄起。五念皆是空，万物皆虚幻，尽在一壶中。去！只能暂时困住他们。清雪、嘉兰、风寒，你们带着幻空壶回羽化门，与长老们商量对策。我先拖住这几个老怪。是。哼，只要回到宗门，这几个老怪就算不死，也得蜕层皮。来得早，不如来得巧。交符黄泉图这样的宝贝，可不能让你们3个小辈就这么轻易着带走。天蚕宗宗主，天蚕娘娘。两位师姐小心！既然这几个老妖怪被风白羽给困住了，那交符黄泉图我就笑纳了。大罗法咒，赤令时空，玲珑大罗天。这是玲珑福地的神通，玲珑大罗天。我在太原仙府中见到了玲珑福地火云仙子的遗骸，得到了她的28种神通。这玲珑大罗天只是其中一种，待我试试这玲珑大罗天威力如何。意思。多谢师姐，别掉以轻心。起！玲珑大罗天名不虚传，竟能让你这神通秘境之宝给困住。不过神通虽好，也要看谁来用。我这招反客为主，你们感觉怎么样？大家小心！风寒，这玲珑大罗天的棋局，你到底会不会用？这玲珑大罗天确实好用，可我们实力不济，虽然困住了对手，却
这是作茧自缚。师姐说的没错，而且这玲珑大罗天对法力要求极高，凭我目前的实力难以驾驭。浩寒，小心！好凶啊！你这小子根本发挥不出玲珑大罗天的异常实力，真是可惜了这门神通。老娘我玩腻了。问了我半天，你们也试试我这招。你们要是能从我这残茧中脱困，我可以考虑放你们走。切！师姐，方寒，速速助我！好，好。看你们能撑多久。先拖延时间，找机会逃。天蚕娘娘。黄泉图就在我手上，咱们做个交易，我给你黄泉圣水，你放我们走如何？小子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本宫谈条件？抓了你，整个黄泉图都是我的。是我困住了他的弟子，这风白羽早就跑了。天蚕娘娘劳苦功高。风白羽，看看你的脚下。我们已在此地布置了9天挪移大阵，以你眼下的状态，还是躲不过去。拖住他！风白羽靠着瞬杀大法，不知杀了我妖魔2道多少弟子。如今终于被我们送进了太原仙府，日后风白羽这3个字，可要在玄黄大世界出名了！
元级神，不仅有黄泉图，还身负多种无上神通。不如加入我天蚕宗，我宗美女如云。若是跟随我，保证你永享温柔。哦，如今可是有4位宗主在这，我到底要把图献给哪一位宗主比较好呢？不如4位相互较量一场，谁的实力最强，我就带着黄泉图投靠在他的宗门，如何？无知小儿，如此拙劣的挑拨离间之法，我们又岂会上当？不过你说的也不算没有道理。西无尘，你做什么？你们不用担心，天蚕这老妖婆屡次与我作对，我这才吞了她。况且少一人分宝贝，岂不更好？住手！水月。师姐，接住！雪苍穹。这就是长生秘境的实力。这个魔道本座就效法了。这雪苍穹是我儿子的，快给我拿过来！一口刀而已，修人，为了黄泉图，你居然敢吞我！就养养眼，这死亡不约定，我们先联手灭了他。不如你俩先决出个高低。胜出的人再跟我们决定黄泉图的归属。你们，那就全凭实力，谁抢了就是谁的。敢抢我羽化门弟子的法宝！方寒，收好了。瞬杀大法强了千倍万倍。他居然能从太原仙府之中逃脱！风白日，你该死！哼，一帮蠢货！你们挪移的不过是我的虚影。倘若我就这样被你们偷袭暗算，我羽化门还如何在仙道10门之中立足？方寒，弟子在。
封印妖神首长，日后对你有大用。两位师姐，助我！不用走了。这是天王境！快走！如此阴险狡诈，我与他争斗多年，这天皇镜从来没有用过。黄泉图是抢不到了，不过我们可以算算另一笔账。信无尘。你四人合力都不能奈我何，如今只剩你一人，还想翻盘吗？人数虽多，但各怀鬼胎，互相提防，10分力也就能用出3分，如何能胜？妖神确实看得通透，那你又如何应对我的天皇镜呢？我倒要试试，你这天皇镜的威力到底如何？大沙也地，巨楼也地，加冷加冷，加冷加冷，加冷加冷，加冷。
真厉害。天皇镜是三皇至宝之一，曾是仙器，威力无仇。可惜现在只是顶尖的道器罢了。当年神族入侵玄黄大世界，神族的大能砍断世界之树，天皇、地皇、人皇率领炼器士重创神族，他们的3件法宝由仙器变回了道器。我也是在3000年前偶然间得到了这件残破的天皇镜。掌教能听到我语言的对话。掌教至尊。这件天皇镜若是有以前的威力，我羽化门早就可以和太医门分庭抗礼了。爷，你说是不是？老夫多年不见，想不到你的实力不仅精进，而且容颜依旧未改呀。得见故人，当真是神清气爽。不过现在你怎生如此弱小？比之先前，可是大大不如了。我若不是当年重伤，实力大减，老方，你也未必就能够在我面前耀武扬威。你准备怎么处置我？你笑什么？我笑你未免太小觑了我风白羽。我早就知悉你在方寒身上。我身为羽化门掌教，又有天皇镜在手，怎会稀罕其他道器？原来掌教早就知道黄泉图在我身上。如今你跟着方寒，是想把他培养成第2位黄泉大帝吧？即便他日后成就一代魔帝，也是从我羽化门出来的，必是恩怨分明，对我羽化门自然知恩图报，有所回护。所以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我们互不干涉。不过倘若你想恢复实力，我倒是可以助你。我自会恢复实力，用不着欠你人情。不过老风，你的人品说1不2，我倒是信。至于他日后的路，他心中自有决断，我也无权干涉。如今我也只是依靠他恢复力量而已。好，既如此，那也就罢了。方寒，你如何打算？回掌教至尊，这次掌教至尊和门派解救我于危难之间，我方寒必会维护羽化门的利益，扬我羽化门之威。那是自然，羽化门不负你，你定不能负羽化门。若羽化门负了你，你负羽化门，又有何妨？回门派之后，你可以把得到的种种神通的秘诀都交给天行长老。有了此等贡献，门派必会给你不菲奖励。是。掌教至尊，方寒还有一件事要禀告。何事？整个太原仙府外围都被我的法力封锁，但说无妨。是。这是我们在归墟入口外面遭遇了神族，弟子本想立刻报告门派，未成想却陷入太原仙府之中。
此事非同小可，我们先回门派，需从长计议。是。走吧。掌教至尊神通广大，这神族出现之时，竟让他如此紧张。看来此事非同小可。方寒所说神族之事，关系到我们仙道，甚至玄黄大世界的生死存亡。你们切记，不能泄露半点，否则门规戒律必不轻饶。是，掌教至尊。这趟太原仙府之行还真够累的。等我休息一下，就该去与太上长老们商榷对策了。大家抓紧修炼，为将有之变做好准备。方寒，你现在便去找天行，把所得的神通修炼之法交予门派，领取你的奖励。是。师姐，师姐，掌教至尊真的把方寒解救回来啦！我就知道，他一定会没事的。师姐，快，我们赶快去找他！等等，啊，月儿，方寒刚回来，必然先有公事要办。我们现在去了，也见不到他的。那好吧，我们待会儿再去吧。哎，龙泉师姐，听说这次方寒的经历可惊险啦！这个方寒真是走了狗屎运！掌教至尊居然还亲自去太原仙府救他！华天都这个蠢货，要是听我的，早就把蛟伏黄泉图拿到手了。弟子方寒，拜见天行长老。方寒，你这次出门游历，好大的仙缘啊！全仗门派庇佑。好啦，你要贡献什么神通法诀，就赶紧拿来吧。这是29种神通的修炼方法，还请天行长老过目。哦，这是黑日风灾，大日火灾，玲珑大罗天，还有大切割术。若是太医门和玲珑福地得知了此事，怕是会找上门来吧？来了更好，他们想要保住神通，便要付出代价。到那时，我们狮子大开口，岂不是赚翻了？你小子还真是滑头。说吧，想要什么奖赏？这次掌教至尊救我于危难，方寒敏感妩内，只希望门派能够帮我把五欲王鼎或者魔刀血苍穹练成道器。那五欲王鼎功能复杂，需经长生秘境高手100年精血淬炼，或能蜕变为道器。
而魔刀血苍穹专善杀伐，功能单一，倒是方便炼制一些。而且听说你有妖神的手掌，那也可省去我100年苦功，取血苍穹。是。此刀不愧是1等1的杀戮利剑，魔性深重，其中的气灵更是凶猛。如此，我便将这气灵炼成你的第2分身，让你彻底掌握这口魔刀。那就来吧。精绪。想跑？妖神手掌，方寒，你看清楚，所道便是天地法则，只有修炼到长生秘境，才能够领悟天地法则，化灵成道。是域外星空才能找到的先天血玉，还是3块。呵呵，这老头确实带着不薄啊！列位祖师在上，弟子天行。历代祖师助弟子炼化此宝，化邪为正，化灵成道。这天行竟然唤醒上界羽化门的历代祖师，调来精纯元气，用以炼化血苍穹。天行长老，你要好好把握，为我羽化门争得荣耀。方寒定会执子神刀，为羽化门征战4方，夺取荣耀。言，几经生死磨难，我方寒终于在这羽化门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。法、财、履、地，修行之人缺一不可。这羽化门对你还是不错的。宗门现在庇护我，我之后定会回馈宗门。贺仙子，许久未见，你的修为提高了不少啊。那可不，有迦兰师姐关照，我也快踏入神通秘境了呢。
要是多一些上好的丹药，说不定鹤仙子还能化成人形呢。龙轩，方寒，我一听说你回来，就立马拉着龙轩师姐来找你了。果然还是小师姐最惦记我。哎，小师姐，你刚说若有上好的丹药，鹤仙子便能化成人形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筑基丹我没有，我倒是有这个。这是太医门的元婴丹。方寒，你竟能轻易炼出这种绝品丹药，倒也没那么容易。若尽全力，1天之内，我也就能炼出300多枚而已。什么？300枚？这么多呀！这丹药真好吃。方寒，你还有吗？当然还有。给你。确实没翅膀，以后骑不了了。谁说的？我还能飞。鹤仙子，你刚化形，还需稳着些。妖神这等巨头的血肉，的确是无上灵药。若要炼化，还需沟通地脉，淬以地脉之火。明白。就是现在，引魔入道。太医门的元婴丹我见过，那品质可远不及此丹。是啊，若方寒能够为我等提供大量丹药，倒是能省去不少炼药的功夫。那还等什么？现在就去找那方寒！此子连华天都不放在眼里，你们能让他来给你炼丹？此子已经得到了蛟伏黄泉图，必会修炼5地大魔神通。我们可以以5行灵根的消息，徐徐诱之。对呀，修炼5地大魔神通，需要大量的5行金器。正巧，我们知道5行灵根所在，而且方寒此子现有10年的生死之约压身，何愁不能交易？2位师弟，明日一早，随我同去轮回峰。是。方寒，你炼制元婴丹的事，在门派内已经传开了。
近日来投靠你的弟子越来越多了。这可都是小师姐与贺仙子的功劳啊。资源的多寡，确实关系着门派的强盛，但功法道术，却更是门派的立身之本。方寒，你切莫舍本逐末，荒废修炼。师姐教导，方寒记得了。方寒，你的作为确实一直令我刮目相看。日后，你与华天都的10年之约，我方清雪必助你一臂之力。谢师姐。我的青帝木皇宫已经大撤，赤帝火皇器还差些火候，土皇、水皇、金皇，却丝毫没有起色。这样下去，踏入神通秘境第6重归一境，只怕是遥遥无期。也就是你得到了世界之术，又吸收了朱雀旗，才能有如此进步。若非如此，哪一种神通不得凝练100-200年呢？要快速练成5行循环，必须要5行之气凝结成的天才地宝。又是漫漫寻宝路啊！贺仙子，小师姐。方寒，我和贺仙子一直在门内推广元婴丹，怎么样？最近是不是又有好多弟子来投奔你啦？是啊，多亏小师姐和贺仙子了。那是，我们俩厉害吧？你们2个劳苦功高，来，这2把剑是奖励你们的。哇，方寒，你身上好东西怎么这么多呀？是呀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像你一样？别急，好好历练，以后自会有机会。哇，方寒，你真是太好了！好漂亮的剑！太好了，我也有宝剑了！好了，玩差不多该回来了。方寒，我太喜欢这把宝剑了！我也喜欢，我也喜欢。你们喜欢就好。方寒师弟在否？玄铁峰玄铁真人前来拜访。玄铁真人，玄铁真人，哎呀，他的资格可老了，是神通6重归一境巅峰。听嘉兰师姐说，就是运气差了些，迟迟没有踏入金丹。他应该也是冲着你的元婴丹来的。嘘。玄铁师兄，请到书房一叙。方寒师弟，多有打搅了。诸位师兄客气了，请。诸位师兄请坐。不知几位师兄前来，所谓何事？我等乃是为了师弟的修为而来。哦，这话从何说起？师弟所修应该是传说中的5帝大魔神通吧？此神通乃5行仙法中最为顶尖的无上神通，需要海量之精气。不知师弟现在修成了几门呢？堪堪一门木系神通而已。哦，看来若想修成其余4门，师弟至少还需300-500年呢。那师弟与代掌教的10年之约，恐怕……玄铁真人，咱们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吧。方寒师弟痛快！不知方寒师弟可曾听说过5行灵根？你们有5行灵根？
这等传说之物，我自然没有。不过，我却知道他的下落。如方师弟有意，不妨用些许元婴丹、忘情水，以及5帝大魔神通的修行法诀，来做个交易。我们几位定然助师弟取得5星灵根，如何？你们好大的胆子！空口白牙，竟敢耍到我方寒头上来了！我炼制元婴丹，是本着与人为善的道理，结纳同门。若是诚心求取，我方寒绝不吝啬。但你们心存不良，居然用如此拙劣手段来算计于我。方寒，我们好心好意，想要告诉你5星灵根的下落，你不但不领情，还恶语相向，是何居心？哼，我是何居心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们是想让我方寒去那5星灵根所在之地打头阵，替你们火中取栗吧。哼，既然谈不拢，那我们就此告辞。慢着！骗我不成就想走吗？哪儿来这么便宜的事情？方寒，自以为得了几分奇遇，就能够藐视整个羽化门的真传弟子不成？我们的好心被你当成了驴肝肺，我无力，早想见识下你的实力了。算我一个！哼哼，你们2个似乎并没有资格让我出手。你太医门5大真人都能被我一体擒拿，你自认为比得上那5大真人吗？你不过倚仗2件偶然得来的法宝，打了几个太医门的纨绔，就不知天高地厚了。好啊，既然如此，不如同去天行台上比试一番。你输了，把5星灵根的下落原原本本的告诉我；而我若输了，给你3000枚元婴丹，3000滴忘情水，并附上5帝大魔神通，如何？哼！既然你一心一意要给我宝贝，那咱们天行台上见！哼哼！方寒，他们就是来故意找茬的。方寒，揍他们！近来投靠的弟子，皆为我元婴丹而来。若想真正降服这些弟子，必须恩威并施。就先拿他们几个为我立威吧。有气魄！你与玄铁峰决斗的消息，我这就去告诉2位师姐，到时候去给你撑场子。我也去，我也去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这天行台已经很久没举行天行对决了，待我解开天行台封印，以便神通弟子施展拳脚。怎么回事？师姐！天行台变大了。这才是真正的天行台。快点打，快点打！我要看方寒狂扁那个尖尖头。
不得无礼。玄铁真人他们来了。参见天行长老。坊内琐事耽误了时辰，望天行长老恕罪。无妨，既然双方均已入场，天行对决便开始吧。大家都是同门弟子，点到为止便好。我的东西带来了吗？什么你的东西？口出狂言！我倒要看看你的本事如何！先接我们兄弟一招！好阴剑！再好的兵器，落在你们手里也是废品。狂妄！受死！哼，出招这么慢，怎么打人？那边。大意了，竟有如此深厚的法力。我说过，你们两个还没资格跟我打。然后呢？你们3个要一起上？你狂妄之徒，大言不惭！还嫌不够丢人？你们退下，我自己来。一人一张残破的交出黄泉图，为所欲为吗？
师兄，师兄！方寒，你神通广大，这次我认栽。承让。胜负已分，方寒获胜。方寒赢了！方寒赢了！方寒赢了！方寒他现在竟如此强大了。他是在归墟之中几经生死，才能有这样的成长。瑶儿，我们也该下山，寻找一些机缘了。玄铁输了，哼！玄铁这个蠢货，丢人现眼，被用来立威，反而成了小辈的垫脚石。五行灵根的地图，给。且慢！想不到你们赌斗的，居然是五行灵根这种天地奇珍的下落。这灵根，正巧我也在寻。哎，你怎么抢方寒的东西？怎么这么不要脸？哼！万罗，你……师兄，师兄，哼，有意思。不知方师弟敢不敢和我赌一把？万罗师兄，你想怎么赌？万罗师兄居然要亲自出手！但刚才传说中的交付黄泉图并没有用，方寒说不定。可我听说黄泉图早已破损，只能炼炼丹药什么的。要是交付黄泉图仍是一件完好的绝品刀器，万罗早就躲得远远的了，哪还敢赌上自己的名声，挑战才入门2年的弟子？太白金星石，万重柔水镜。方寒，你修炼5地大魔神通，需要足够的五行精气。如果得到这2件宝贝，虽不如五行灵根，但足够你节省100年苦修。哦，你想用它们赌五行灵根的消息？当然不止。我南万罗不赌则已，一赌就要惊天动地。我要你再加上一件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交付黄泉图。万罗，你未免也太异想天开了吧？我自然还要加东西。这是我从大师兄那里得来的盘武大力神通。我若输了，这些就都是你的。万罗进银金丹多年，如今又修习盘武大力神通，如果方寒与他交手，胜负难料。方寒本就是来立威的，若现在退却，人们只会记得他不敢应战，是个徒有其表的懦夫。如何？我跟你赌。好。有点意思啊！想不到这方寒真敢赌。当年方清雪刚入神通秘境，就敢去封印水谷天魔。这个方寒的胆子也是不差。哼，方家人当真都是疯子。既如此，我宣布，你2人的对决正式开始。方寒，我万罗从来不打无准备的仗。
你的底细我都知道。哦，万罗师兄都知道什么？区区天人境，就拥有火云仙子金丹的28种神通，又身怀2种道器，而且你身上肯定还有一件木系至宝，没错吧？师兄调查的可还真清楚啊。不过刚刚得到的神通，你又能融会贯通几种？血苍穹又刚刚蜕变，黄泉土亦残破不堪，想必那件木系至宝也并无杀伐之力。所以这次你的好运到头了。好厉害，不愧是我羽化门的5大真传之一。万罗的实力又渐进了。时来天地皆同力，运去英雄不自由。万罗师兄，遇到我，你的好运就到头了。是血苍穹啊！加油！好凶恶的杀气，这便是道气的威压吗？万罗师兄，小心了！好痛！再来个更好的！他竟然徒手就能抓住血苍穹的刀光。不是瑶儿，你再仔细看看。羽化门8大神通之一的后天真火，不错，只有金丹境界之上，方能修习的无上神通。敢触犯5大真传的威严，那就让你见识一下后果。方寒，接招！这是什么神通？七情大搜引。它是以人的七情为根本，迷人心智，永坠苦海。方寒，你魔根深重，执迷不悟，不门规，害人害己。我南万罗便助你消解恶业，脱离苦海吧！离合悲欢，镜花水月，姻缘和合，梦幻泡影。如今的我，怎会再夺此道？静一观心，除役无名，邪魔外道，退散清明。散！
龙大罗天。原来如此，这便是玲珑福地的不传之秘——无上神通。方寒，这些炮灰就不要拿出来，丢人现眼了。万罗师兄，再尝尝这个。方寒，你以为用这黑日风灾、大日火灾便想控制我南万罗吗？真是太天真了！哇！那这个又如何？罗生门！罗生门，是罗生门，罗峰的镇山之宝。这次就让你见识见识罗生门真正的威力。这罗生门的威能几乎已经达到了道气边缘，只差一步就能蜕变。万罗使用罗生门，可比叶南天使用起来厉害100倍。不，幻境撑不住了。这次机关算尽了吧，方寒。任凭你神通广大，这次也休想再从这里出去。识相点，赶紧跪下向我求饶，交出法宝，我还能饶你一命。哼，高兴得太早了吧，万罗！我的手段可远不止这些。五帝五行，轮转不息。法相虚影，法相，方寒神通第8重了吗？你仔细看，只是法相虚影。天地法相？不，方寒只是神通5重天人境。但如果有人天资卓越或功法奇特，又或者法力雄浑，就有可能提前出现法相虚影。借木生火，两形合一。神通5重就能出现法相虚影，果然是有大机缘之人呐！是那个大怪头，是罗生门的恶念化身，他的力量比以前更强了。又见面了，这次让我们做个了断。
这么多手段，不过即便如此，也赢不了我。万罗师兄，山河榜你帮了叶南天，现在谁来帮你？找死！那是封魔解兽丹。不错，方寒，我就是凭着寿元消减，也不会叫你赢的。那可未必。你拿来吧。你会有信心和我交手？凭借的不会就是这颗封魔解兽丹吧？万罗师兄，你不是很了解我吗？竟然忘了我有蛟伏黄泉图。好狠！南万罗不过如此吧？那个就是还有帮手吗？那个就是黄泉图的。现在你最后的底牌已经在我手，你还怎么和我斗？我跟你拼了！不好！怎么，明霄，你想2打1吗？我倒要看看，以你天人境如何抵挡我金丹的撞击！看你真是疯了！区下品道气，去！落！我的金丹！万罗师兄，你输了。方寒竟能胜过万罗师兄。方寒，这次是我输了，不过我还会回来找你。下次天行台上，我们不死不休。我等着你。不过，你先把你金丹修复好了再说吧。既然你认输了，寒武大力神通和那2块石头，该交出来了。方寒，我会在10年之内和你交手，否则你会被华师兄打得灰飞烟灭，我也就无从报仇了。我还要告诉你，大师兄已经去了太医门，要借助仙气永恒仙炉，练就长生秘境。你就尽情开心吧，留给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看来羽化门的东南西北中5大真传之外，又要加上一个方寒了。华师兄去太医门借了仙气。倘若借助仙气就能成就长生秘境，那么太医门之中，岂不是人人都是长生秘境了？而且，太医门有永恒仙炉，我羽化门又何尝没有仙气？啥子？我羽化门也有仙气？那华天都却偏偏舍近求远。这次掌教至尊能把我从太原仙府之中救出，用的就是我羽化门的仙气。各位同门，我方寒略有奇遇，能够炼制元婴丹。若是日后门内弟子缺少丹药，可以去轮回峰找我。我方寒绝不吝啬。太医门的元婴丹，是他，小伟可以1日千里。有了这些丹药相助，日后我羽化门必将是玄黄大世界的仙道第1门。你们听说了吗？方师兄在天星台上打败了万罗师兄。方寒师兄好厉害，
岂不是可以代替万罗师兄，成为新的5大真传方师兄，是是方寒师兄，见过方师兄，方师兄，见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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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方师兄，真是龙翔虎步，步步生威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方寒，连南万罗都败于你手，此战过后，你便名震山门了。再加上来日广施丹药笼络的人心，你在这羽化门中的声望，可谓如日中天呢。我还要告诉你，大师兄已经去了太医门，要借助仙气永恒仙罗，练就长生秘境。你就尽情开心吧，留给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声望、地位皆为外物，想要战胜华天都，还是要靠实力。不过修炼不是离群所居，隔绝天地，才履法地样样不能缺少。外物虽然不能直接提高战力，却能在这些事上为你提供帮助。说得对，华天都是代掌教，所以才能用门规戒律压制于我。我跟华天都争斗的，不光是要在实力上、身份、地位、资源、人脉、门内大义，我都要压过他。好，抓紧炼化万重柔水晶和太白金星石，届时你的5地大魔神通便能成其4。万重柔水晶包含了万种水气，每一道水气都极其沉重，乃是天地之间凝结成的至宝精华。水气归于肾，五行之内，水最为蕴藏，主智慧、变化。天下莫柔弱于水，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，故上善若水。是在数百万年的时间中酝酿、压缩、凝聚成了一颗5金星辰之核心。金气归于肺，五行之中以金最为锋锐，主杀伐，杀人争斗最为方便。白帝金黄，金之印，灵性不朽。白帝金黄斩，要想成就归一境，必须5行齐全。
五行灵根，势在必得。在这里。哦，五行灵根居然在蛮荒神庙之中。蛮荒神庙。传闻之中，蛮荒神庙凶险异常，不仅有奇异妖兽盘踞其中，更是蛮荒魔宗总坛所在。只怕还有无数未知的风险。法寒，你如何打算？去还是不去？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只有五行俱全，我的五帝大魔神通才可大成。留给我的时间并不多了。好，太原仙府我们都闯过，还怕什么神庙？待我参悟一下华天都的本命神通，我们便出发。好。快点，走快一点！不知道今天方师兄要给咱们讲些什么？师兄是宗门内崛起最快的新秀，内容必定大有裨益。已经开始了，快！阴阳交感，化生万千。去！变了！快是神通高手，这是朱雀，太厉害了！方师兄太厉害了，真厉害！方师兄威武！师弟师妹们，大家快来拿元婴丹呀！那等是方寒师兄送给大家的。谢谢师姐。来，拿好，来，每人都有份。来，这个给你。兄弟们，拿到元婴丹了。哇！还有，快点，2师姐在里面。寒武大力神通的修炼法门，浩如烟海，炼地之术、祈祷之术、膜拜之术，应有尽有。想办法再多做一些啦。是啊。寒武大力神通修炼星辰之力，无论仙法魔功，都能够从中获得极大提升。难怪华天都的修行之路如此畅行无阻，无往不利。妖神首长的炼化又突破了一些。待我们从蛮荒神庙回来，妖神首长恐怕也就炼化完成了。我们走，去蛮荒神庙。小师姐，贺仙子，我现在去蛮荒神庙，待我回来，我们再一起玩。好，方寒，你要注意安全，早点回来，一路小心。这里是战场。无论是人是仙，战争都一般残酷。战争之中，战士生死拼杀之时，都在燃烧自己的精魂。你看，这片战场千万人的精魂，蒸腾成势。即便是我，
也觉得有些心神动摇。盘武大力神通之中，有一种吸收战场杀伐之气，炼制的战魂舍利，再用这战魂舍利，开辟第二识海的无上法门。开辟第二识海，不错，现在时机正好，我便运转神通，吸收这些杀伐之气。为何还差了一些？那盘武神通之法，这里的杀伐之气，应当足以凝聚成一枚镇魂舍利。这并不稀奇，因为除了我们之外，还有别人也在汲取战场杀气。哼，看样子是兴师问罪来了。何人在此猖狂？还不快快住手！修为只有肉身7、8重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竟然敢在此地和我们少主抢夺战场杀伐之气！3个肉身10重的小修士，依靠衣服才能飞行。他们身后的葫芦，想必就是吸收杀伐之气的宝贝了。哼！我们公子耗费数百年才凝练出的杀伐气息，竟被你偷偷吸走数成。我现在就要废了你的修为，让你尝尝我们的厉害！杀了他！妖女兴风作浪，害得我连一枚镇魂舍利都没有凝聚成功。天师大法，快跑！此人是神通秘境的高手。哼，你们跑得掉？大胆，竟敢吞我的人，找死！碧血灭魂剑。我的剑！竟然敢如此对我！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神通4重的小小魔修，也敢如此耀武扬威，碰上了我，也算你好运到头了。方寒，不能杀，稍后和你解释。你给我等着，老子饶不了你！敢得罪我灵公子，你死定了！自寻死路，该杀！方寒，这人的身份不一般，不可轻举妄动。那柄宝剑
乃是数千年前血影魔宗太上长老碧血老怪炼制的。哼，我连妖神都敢一战，难道这碧血老怪比妖神还可怕？妖神身为长生秘境的高手，是不屑于计较你这么个小辈的。你得罪了他，他要找也是去找风白羽。但这长生秘境碧血老怪是个睚眦必报的另类，得罪了他，他就会成为你的复古之躯，永无安宁。现在人已经得罪了，多说无益，先离开此地再说。顺便找个地方，看看葫芦里的杀伐之气到底有多少。为的就是用杀伐之气，把我的碧血灭魂剑炼成斗气。此仇不报，老子誓不为人！聚出108枚镇魂舍利，为我组成天罡地煞的循环，来开辟第20海。不可饶恕！不可饶恕！胆敢夺我的葫芦！我要杀了你，让你魂飞魄散，永世不得超生！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林公子。就是我。林公子，你竟然同时祭出了3张讨命符箓。我们3个的价格可是不便宜啊。哪来那么多废话？我林公子会给不起报酬吗？林公子的父亲是碧血老祖，我们自然不会怀疑你给出的报酬。你要杀什么人？把那人的相貌、身份告诉我。哼，这玉瓶之中就是他的气息。此人抢了我收集杀伐之气的3个葫芦。还吞了我真爱的3个婢女，杀了他，解我杀人夺宝之恨。哟，堂堂碧血老祖的大公子，对待婢女还如此的情深意重。公子还真是痴情主子，吾辈楷模呀。哼，我林公子的东西，就是一只狗，一只鸡，我也得拿回来。既然如此，这生意我们接了。冥冥玄玄，天有阴阳，地有清浊，人有男女，孤阴不长，孤阳不生，天地真罡，日月水火，10海第2，子府重开。